角色，你为什么会选他呢？其实我选剧本有我自己的一个定案吧。我觉得因为演员其实，在社会上，除了他会演戏，让带娱乐给观众，其实他有一个价值，就是他的声音能发出来。那我觉得有时候挑一些对社会有声音啊、有帮助啊，或者对一些小众群体的一些发音，让他们得到多一点关注。我会挑这一类型的电影，譬如说像灿烂的他，我为什么会挑？第一，我想自己，我太认识我自己了，我知道我自己里面的小宇宙很大，我觉得我能驾驭任何一个角色，第二也是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互相治愈、互相的爱。尤其是家人，我觉得这很重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家人的爱是非常的重要，家庭对于我来说是放在我人生里面，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那我看了剧本之后，它能够第一时间让我觉得很多画面，我流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就是你首先要被他感动，是的。然后同时呢，我想作为一个演员来说，还要留给你足够多的发挥的空间。就一个角色，如果他已经定死了，已经是一个刻板的形象了，没有自己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吸引力了，对不对？我不会的，你不会，你都会找到他的。我觉得你要把这个角色，你可以创作出来。那当然剧本是这样写，可是人物的性格是你来去处理的。那你处理的时候，你应该放很多生命进去。能够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有哪一场戏，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放进去很多的？那譬如说《灿烂的他》里面，前期就是我放了一些母亲的爱，因为我没见过我奶奶，可是我跟我母亲，这一辈子到她走都是跟我住在一起，母亲的爱有多大？其实母亲跟奶奶就是一样的东西，对吗？我的爱也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把它放了很多，影子下去。可是到后期，其实是比较触动我的是，我妈也是阿兹海默症，对，所以这个故事后期也是，那我放了很多，之前我也拍过阿兹海默症，这类的角色，可是从来没有把一些再小的东西放进去。这次我把一些我偷看我妈的一些小动作放进去，比如说呢？比如说她连我们家人都忘了，可是小狗陪着她12年，我家有个小狗，陪她12年，她会坐在她床上看电视，呆呆的看电视，然后放很多零食，她就只会看，手是没看到抓什么，可是她在吃的时候，她会咬碎了，然后抡出来给小狗，下意识的动作，对。因为他觉得这个他认识，我把这个放进去，原因是我觉得这个环境里面，佳怡看到我只记住那个小狗，其实他会觉得很心疼，很心疼。对，因为等于我当时在想，我陪了你60多年，你都忘了我。可是小狗陪你12年，你还记住。可是你用这个另外一个方面，你想的时候也是很心疼。所以我跟导演说，我说把小狗拉过来这边，然后导演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别管，你就拍着，你抓。因为导演是摄影师，所以你并不希望一开始把自己要怎么演完全的都告诉给导演。我希望所有人都有一个新的认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怎么样。可是我不会脱稿，因为一脱稿其他人抓不到，所以还是在控制范围里面，我放了很多东西。对，所以那场戏也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这个奶奶找到了这个孙女，然后她要表示一个疼爱的时候她会就是把饭菜端上来，然后就是下意识的用手去摸她的头但是这个女孩子因为受过很多的伤害，所以一下子把头给躲开那个表演的细节是怎么样？是你在设计吗？当时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我跟导演有在谈这个，
我自己的路。我小时候给抓到警局，因为我是要饭的嘛，给抓走了，然后法官就说家里面处理我这个孩子不当，要把我送到孤儿院，我在孤儿院3个月，每天我都希望能够出来，就是带离了自己的父母，我妈每天在孤儿院门口，在等，然后也去警察局在求，当后来很多人都警察也帮忙写信，就是觉得这个母亲非常好，她不断努力，希望能够把我领出来。然后后来最后的判决就是我出来了。当我一出来的时候，我妈是冲过来，整个人是挂在我身上。可是我那时候是我终于我可以出来了，我不会再给其他人领走了。可是我不会表达。我呆呆的，所以我就告诉导演，我想摸他要有一个防备，会让这个母亲更疼。我妈当时是冲过来，快要滑倒，可是她挂在我身上，我呆呆的。其实我妈后来我感觉到她挂完之后没多久，她就觉得，哎，怎么你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是不是？对。所以当时我跟导演就处理了这个小动作，然后中间也有一些，譬如说我送他走啊，头发在飘，我不想再去碰这个孩子，怕他不愿意走，可是我也舍不得，所以我是偷偷摸他的头发，对，这也是我父亲他一个小行为对，都这种小小的，其实你父亲是你。还没有成年就离开了。没有，我第一个当主角他也看到上映之前2个礼拜就走了，他是癌症，对，就走了。可是在我们，因为我们一路在要饭10年嘛，所以每天我爸是一个很高学问的人，所以他不愿意去街头，就是我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俩，对，所以回来的时候，我爸永远都是很心疼我们3个，半夜才回来，有时候真的他会帮我们抓背啊，然后轻轻的在我的衣服这样背后这样，对，因为又怕放太多感情给孩子，我很懂，所以我说我很认识自己，我的宇宙有多大。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所以就是这种对人的内心非常细微的体会，我觉得是一个演员最大的一个财富。因为你刚才在讲到父亲的时候，我都很有这个画面感，一个很有自尊心的男人然后又被生活逼到了一个死角还要靠自己的太太和女儿出去乞讨。我想他肯定很有很多自责什么等等很复杂的感情，对不对？我爸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在我们面前表现是很乐观，可是他是一个很自卑，他不怎么说话。他不怎么说话，有时候我小时候没钱去读书嘛，那我的学问，我的打的基础都是他一手一手的教出来。他怎么教你？譬如说我们没有买纸啊笔啊，他就会在带我们去教，因为我们住在水塘，就是储水库的旁边公共家屋，那边很多沙，就用那个好像拍电影一样，对，用树枝。教我们写我的名字啊，譬如说下棋怎么样去下，有黑白嘛，就是火柴，火柴一个是拔掉头，一个没有拔掉头，就是黑白。你要记住自己走的哪一步是象，哪一步是马，对，这样教我们。然后有时候我最记得为什么我会喜欢功夫，以前。我爸就是想给我们一些玩具，可是没钱买，就捡到一条牛仔裤烂的，他就把沙塞进去，用绳子弄一弄就挂在树上，让我们去打，像沙袋一样。对，所以我爸是一个表面给我们是觉得他很乐观，其实我知道他是很自卑。很多事有时候我妈因为也是辛苦人嘛，就有唠叨，
有时候唠叨都过了，我爸就会拿着他的一个水壶，因为他喝香片，就是花茶，拿着一壶水壶，就出家，离家出走，对，离家出走，水壶水喝完了，他就自动会回来，因为他没茶不行，所以。前面可能1次2次我们会很紧张去找，第3次就不会了，因为我知道那个水壶大概2天左右没茶了，他就会回来。这也是显示到他挺那个自尊心挺重的，是。